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唐韵。于朦胧事件现在还在烧，而这一次火烧的可不只是娱乐圈，而是3个地方。一个呢是台湾的天空，还有一个是中国的影院，再有呢就是股市的红色荧幕。你敢相信吗？一场为于朦胧举办的法会，竟然烧掉了3.6亿台币的金纸哦！直播当天呢，天空是突然变色，云层之中还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鱼形的图案，和于朦胧的鱼是谐音。粉丝就哭着留言说：“他真的回来了。”就在同一时间，大陆上映了一部红色电影，名字叫做《火种》，结果呢成了史诗级的灾难。7700场的排片，平均一个影厅连半个人都没有，上座率仅有0.4%，票房只有18万人民币。网友炸锅了，这片儿是在祭奠什么吗？更震撼的是资本市场的报应。火种的背后是天娱传媒的母公司芒果超媒，股价是连跌6天，市值蒸发超过70亿人民币，护盘资金接不住，游资疯狂出逃，整个市场是一片血红。这3场风暴法会、电影还有股灾，看似不相干，却指向了同一个现实：权力可以掩盖真相，但是盖不住记忆。这不是八卦这是一场跨越国界、由人民点燃的民心反扑。从台北的法会到北京的影院，再到股市的警报，于朦胧虽然离开了，但她的名字正在唤醒整个华语世界。我们先把焦点拉到台湾，就在10月17号，在台湾的新北市的板桥，有一场长达5-6个小时的道儿朦胧安灵收魂法会开始了。主办人呢是资深的经纪人孙德荣先生。孙德荣是于朦胧的启蒙恩师，他自称是于父，把于朦胧看作是自己的孩子。就在整个事件发生后孙德荣可以说是最敢于发声的人之一了。他甚至之前还发过“我不会自杀”的声明，透露了自己其实是受到了不少的威胁。那这场法会呢，办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孙德荣说，他不希望法会气氛太过哀伤，所以现场布置的更像一场很活泼的一个活动。会场内部有很多鱼形的布置，因为鱼呢就代表了于朦胧的鱼。但这场法会最惊人的是它的规格。法会呢全程在 YouTube 上直播，吸引了超过1万人同时在线观看。孙德荣说，他自费包办了所有的费用，光是烧给于朦胧的金纸就高达3.6亿。另外他还准备了纸扎的地堡别墅、豪车、最新的3C 产品等等。孙德荣他说，我希望送儿子朦胧最后一程是宽裕的，是舒服的。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几个小插曲，让在线的粉丝们都很激动。因为法师是用台语诵经的，聊天室很多人就很着急，说朦胧听得懂吗？能不能用国语来超度啊？粉丝还发现，法师念出于朦胧出生的年份是1986年，但正确的其实应该是1988年。大家拼命留言，希望现场人员呢能够赶快的更正。而就在法会进行的时候有现场的粉丝拍摄到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彩虹，紧接着更不可思议的画面出现了。天空中的云彩先是变成了一张类似人脸的样子，紧接着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鱼的形状。这个画面被传开后，很多粉丝都哭了，他们说朦胧一定在看，他收到了台湾人的祝福了。就在法会上，孙德荣是被人搀扶着，他对着镜头说，我第一次感到心里很孤单和孤立无援。他说，做这件事只办法会并不讨好，但他呢只是想简单的送孩子一程，因为他好像叫一句爸爸，我做不好就对不起自己。在仪式中，他甚至下跪哭喊，念着接受我这个没有用的爸爸帮你做的祈福法会。这场法会不只是一场告别，更像是一种表态。孙德荣用这种方式告诉那些背后的力量，还有人记得，而且不会忘记。
如果说台湾的法会是悼念，那在中国大陆一场愤怒的抵制运动正把矛头指向那些被怀疑的加害者。这场风暴的中心是一部叫做《火种》的电影。这是一部什么电影呢？看名字咱们就可以猜到啊，这是一部吹捧中共的主旋律红色的洗脑电影。那为什么抵制它呢？是因为这部电影的主演之一叫做田海蓉。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他，在于朦胧的网络爆料当中，田海蓉被指是关键的资本大佬之一，被怀疑深深地卷入了这起事件。而更让人觉得诡异的是，田海蓉他在宣传这部电影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口误，他本来想说电影的名字《火种》，竟然脱口说出了“活体”，然后才匆忙地改口。内心里面的火种的传承。网友们一下子就炸了，一般人日常啊根本不会讲活体这两个字，是不是说田海蓉他最近说活体这两个字说太多，说习惯了呢？于是，一场针对火种的全网抵制就开始了。10月12号，这部片子在北京办首映会，结果超级尴尬。两位主要的男演员傅大龙和姜武都没出席，也没有在任何的社交平台帮着电影做宣传，这明显就是在做切割了，等于说他们告诉外界拒绝与田海蓉同台。好，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视局频道会及时的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就是神盾 VPN。我们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呢，都存在着一个问题，它只是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再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啊，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要连去哪里。这就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任何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呢，它采用的是独家的技术，双节点 P2P 的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第一台呢，它只知道你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这2台之间是端对端的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没有办法还原整条通信路径，连神盾自己呀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呢，神盾的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是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的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啊可以用在手机、平板、电脑，还可以全家分享。如果您现在购买2年的方案，可以享受65折的优惠。如果您再输入我们节目专属的优惠码大视局的拼音，会再打9折。如果您30天内不满意，我们会给您全额退款。可以说这是一个无风险适用的产品，建议您赶快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神盾 VPN。10月16号，电影正式上映了，结果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们先看一组数据，预售票房惨到只有1.2万人民币。首日票房虽然影院排了7700多场，占比是2.2%，但上座率只有低到了0.4%。这什么概念？就是一个100人的影厅，平均连半个人都不到。首日的总票房呢，只有区18万人民币。有媒体就分析了，说这部影片光是演员的片酬还有制作成本，最少也是1000万人民币起跳的。那首日票房这18万连支付演员片酬的零头都还不够。最恶心的事情接着来了，虽然票房这么惨但网友发现，在某些电影院，这部片子竟然显示是满座，这怎么来的呢？而且满座的还都是那些票价贵几十块钱的 VIP 影厅。有网友就特意去现场去查证了，说笑死个人，我去看了，1个人都没有，黑不溜秋的电影院连工作人员都没有，怎么它就满座了呢？网友们猜测，这根本不是真的有人在看，而是片方下发的任务。有一种可能是他们强迫学生去看，另外一种可能也是很多人都怀疑的，那就是洗钱。网友说，这么明显，难道自掏腰包去给电影院分钱？肯定是本来不属于自己的钱，
这么来一道就成了自己的合法收入了。但造假也救不了他，这场抵制是非常成功的。豆瓣也就是中国的一个电影评分的网站，甚至直接关掉了这部影片的短评、长评和讨论区。那这影片呢，可以说注定就是院线3日游了。这证明了什么呢？它证明了即使在那个高压的环境下，普通人手上还是有武器的。你们不让我们说话，嘿，我们就用脚投票，用钱来投票。那朋友，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下方留言。您觉得这种抵制会有用吗？人民的愤怒啊，不只是体现在电影院，更直接反映在了数字上，那就是股价。我们知道于朦胧还有乔任梁，他们生前签约的公司都叫天娱传媒。天娱传媒是中国唯一的国有艺人经纪公司，它的母公司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芒果超媒了。芒果超媒隶属湖南广播电视集团，有着横跨政商娱乐3界的超硬的背景。就在于朦胧事件爆发后，这座大山现在是开始动摇了。从10月9号11长假结束后，芒果超媒的股价呀就开始连续暴跌。10月9号和10号这2天就暴跌了6.68%，还有5.12%，市值蒸发了76.7亿人民币。等到10月15号，股价从34.66元一路跌到了30.28元，累计下跌将近13%。虽然中途多次有大宗资金入场为其护盘，但同时呢也连续数日被主力资金减仓，始终是没有办法扭转股价下跌的趋势。根据数据的显示，全场的主力资金和游资都在疯狂的净卖出、净流出，金额是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同时呢，根据深交所的资料，光是9月份，芒果超媒的股东户数就减少了1.54万户，减幅高达28.92%。这叫什么？这就叫恐慌性抛售。资本其实是最敏感的，这场舆论的海啸已经实质性的冲击到了这家国有传媒巨头的根基。在讨论资本的同时，我们还要提到另外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传闻，那就是北京798艺术馆。有网友爆料，这个知名的艺术馆里展出疑似真人仿真标本。更可怕的是，有网友比对馆内展示的一些衣物和鞋子，和于朦胧、乔任梁还有秋风也是一位离奇的离世的武僧，和他们生前穿过的衣服是高度的相似。甚至有传言，其中一件展品是2019年失踪的女星吕佳蓉的眼睛。这起事件让798艺术馆陷入了巨大的舆论风暴，但是馆方的回应只是苍白的网络谣言，勿信传言。他们始终没有公布展品的来源或者是艺术家的资讯。而网络传言，这家艺术馆的背后老板疑似就是吉光光，原名叫李明，他的同性恋的老公奚涛。而吉光光这个叫做李明的人，又被大家指出是中共高官权贵的后代，于朦胧坠楼的那个公寓，网传就是他的房子。你看，所有的线索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由权贵和资本构成的黑暗网络。说到这儿我们必须为新来的观众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这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意外。于朦胧37岁，9月11号坠楼离世。北京警方的通报是酒后失足，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里面是疑点重重。为什么大家不信？因为他不是第一个人了。2016年，乔任梁官方认定他是轻生，但当时就流传他因为得罪权贵，遭到了极端对待后离世的传言。2024年，秋风原名叫做邢中平，官方认定他是车祸离世，但传出他的遗体有缝合的刀口，疑似遭到了摘取器官。他临世前还在直播中用口型比划救救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什么？于朦胧还有乔任梁都来自天娱传媒。于朦胧、乔任梁、秋风这3个人的经纪人都是一个人那就叫杜强。
网络爆料就指出，于朦胧是因为反抗圈中大佬的潜规则而被害的。他长期遭受监控，还有极端的对待，甚至掌握了犯罪集团的证据。网友挖出了他生前的影片，发现他疑似在直播当中低声的喊救命，还比出了540的求救手势，身上呢还有淤青。有网友就反思，如果我们当初就发现于朦胧的反常状态，我们能怎么救他呢？结果在评论区得到最高赞的回答是：你救不了，这是设计好的局。有人就指出，害他的人背后可能是整个的一个国家在罩着，除非能有外国大使馆用政治庇护的方式把他带离中国，否则那是根本没有办法的。这就是这起事件最让人感到无力和愤怒的地方。当一个体制强大到让人绝望时，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呢？于朦胧的粉丝们给出了答案。就在孙德荣办法会的同时，在火种被抵制的同时，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点燃蜡烛。在台湾，有人去新庄地藏庵向地藏王菩萨替于朦胧申冤，有媒体拍到观音的脸上竟然出现了一道泪痕。在中国呢，有粉丝跑到五台山为他点灯，对着山谷大喊：“你回家了吗？我们来看你了。”回家了吗？我们来看你了。在美国，有网友在多次被拒绝后，终于是成功的申请到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播放纪念于朦胧16秒的视频。在法国，有粉丝发起募捐，成功的认领了巴黎罗浮宫杜乐丽花园的一张长椅。明年3月，于朦胧的名字将被刻在这张长椅上。从台北的法会到巴黎的长椅，从电影院0点几的上座率到芒果超媒的股票暴跌，我们看到的是，当权力试图掩盖一桩罪行的时候，人民的记忆和愤怒会以一种让他们无法控制的方式，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台湾的法会烧掉了3.6亿的金纸，与其说是给亡灵的钱，不如说是烧给当权者看的抗议书。电影《火种》的票房证明了，再厉害的红色资本也没有办法强迫人民去接受一个沾满了嫌疑的谎言。这件事儿还远远的没有结束。不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了，我想听听朋友们您的看法。您认为孙德荣的法会是真心悼念，还是一种更激烈的抗议？您对电影《火种》票房的幽灵满座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这些来自全球的悼念还有抵制，最终是否能换来真相？请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分享您的观点，也请您转播我们的视频给您的朋友，不能让于朦胧的事件就这样轻易地被时间遗忘。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您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